什么？我有孩子了？吴平，我们有孩子了。吴平，我们有孩子了。老爷，你死得好冤啊，好冤！按照吴家祖上的规矩，谁掌有这市义堂的大印，谁就是吴家的大当家，统领东西南中4院。啊？大当家，不行，这怎么行啊？老爷正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哪有这个能耐？再说了，这2叔、3叔、4叔，他们也不会听我的呀。老爷既然把这大印交给你，就自有他的道理。至于2爷、3爷、4爷，你有这市义堂大印在手，不怕他们不听话。啊？真的死得很冤啊！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，老爷？爹，我回来了。既然你把市义堂大印传给我，那我就认吧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行不行，但是行我要上，不行我也要上。为了你的信任，也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娘，东院有后了。真的吗？老爷，你听到了吗？老爷，老爷听到了吗？吴家东院有后了，真是父亲中的万幸啊！感觉怎么样？啊，好多了。好，爹，我不是灾星。我知道，我走南闯北那么多年，我心里有数。爹，张妈。爹，我准备要回吴家东院。东院现在什么都没了，唯一能撑的人就是我了。如果我走了，东院就彻底败了。吴平在9泉之下，一定不会瞑目的。
吴飞文临终前把这个交给了我，他让我来做吴家的大当家。你？做吴家大当家？怎么可能啊？就冲着这份信任，我也不能走了。你傻呀！你真做了那什么吴家大当家，那就陷在这里了，再也走不掉了。爹，我已经走不了。为什么？我肚子里有孩子了。啊？哎呦！我要把这孩子生下来，把他养大，让他接管吴家东院，重振吴家东院。将来，我还要把这世仪堂的大印传给他。爹，你也留下来，别走了。我留下来，陪你一块儿守寡呀？休想！我要是留下来啊，那也是为了陪我外孙子。爹，你一定是个好外公。真的假的？看不出来啊。真的。真的咋会在你手里？是老爷传给我的。我大哥不是把你都撵出去了吗？还会把印传给你？爹当时撵我走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。孩子？是吴平的？哎，老三，这大的事情，我是要问清楚吗？是大哥亲手传给你的？是老爷亲手将这印给我的，嘱我在风平浪静之后，把这个大印亲自交给少奶奶。东院这么多人，为什么让你转交呢？爹当时不知道军需院会如何结案，他怕所托之人也被牵连，而王世军只是学徒，不算是东院的人，与我又是旧识，人也老成，于是选了他。啊，这倒像大哥做事。几位叔叔不会再怀疑了吧？那你想怎么样呢？按照吴家的规矩，这世仪堂传到谁手上，谁就是吴家的大当家。所以我想，想都别想。我们吴家人就是死光了，也轮不着一个女人来做大当家的吧？四叔，你是不认这方世仪堂大印吗？印我认呢，但你这个人我不认。我这个人怎么了？难道我不是吴家东院的儿媳妇？你怎么进的吴家东院，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。你祸害了吴家东院也就算了，但是我们中院绝不让你祸害。二哥、三哥，你们怎么想我不管，但如果这个女人做了大当家的，我们中院第一个不服。告辞了。
二叔，三叔，你们说句话。这几十年来，吴家的大当家都是德才兼备的人物。周莹啊，以你现在的资格、能耐，就算有世义堂大印在手，恐怕也难服众。那二叔的意思是啊？我的意思啊，缓缓再说吧。啊，哦，对了，周莹，最近西院的生意特别忙，我就先走一步了。以后呢，如果没什么大事儿，今后我就不来柳川厅了啊。侄媳妇儿，你也别难过。就算二叔、三叔愿意认你，也没用。为什么？以前大哥在的时候，吴家四院能拧成一股绳。现在大哥死了，吴家四院都树倒猢狲散了，这世义堂的大印，也就是一块破石头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东院好自为之吧。啊。按照吴家祖上的规矩，所有的字据契约，哪怕双方都签字画押，都不能算，必须得盖上这世义堂的大印才能生效。你还记得吗？老爷在把你赶出家门之前，他同样和二爷、三爷、四爷也断绝了关系。老爷是在用同样的办法保护他那3个兄弟。他同时还宣布，所有布匹生意的客商归二爷，把3元典当行70%的股份转让给了三爷，还要把四爷欠东院所有的银子都给免了。他还亲笔写了字据，但并没有盖上这世义堂大印。那也就是说，那些客商、股份还有银子，还都是东院的。是的。如果有这3样东西，那东院以后的生计就不愁了。以前老爷在的时候，这3个人恨不能把东院的门槛都踏平。现在老爷尸骨未寒，他们就翻脸不认人，哪有这样的亲兄弟？亲兄弟也有自己的算计，他们一是怕被老爷的案子牵连，二是怕被我们拖累，所以能躲多远就躲多远。人情不讲也就算了，连祖宗的规矩都不要。娘，这就是世态炎凉，我可见多了。老爷呀，你把这世义堂的大印交给我们，也没有用啊。谁说没用？我看他能当正职，要来了小偷，我还能当砖头，还能垫桌子呢，还能要债。吴家的大当家我可以不当，但是东院的银子，我必须得要回来。他来干啥？没说。哼，莫非还惦记着吴家大当家的位置？这吴家东院都没有了，还有啥吴家大当家的啊？哎，他要是管你借钱，你可千万别答应他。反正我就在这儿，你要是拿不准，就出来问我。好。
三叔，啊，周莹啊，我劝你死了这个心吧。就算我同意，我二哥和四弟也一定不会同意。三叔，我今天来，不是为了吴家大当家的事儿，我是想跟你商量，我们东院想把3元典当行收回来自己管。你说什么？东院占股70%，照理说就应该我们东院自己打理，但以前东院生意太多，照看不过来，所以委托给了三叔。但现在东院也没什么生意了，所以就不劳烦三叔了。我等，谁跟你说东院占股70%？你、二叔还有我爹，当初开办的时候，那白纸黑字上都写着呢，还盖了示意堂大印呢。难道三叔忘了？这事儿是有，但是前段日子大哥已经卖给我了，也是白纸黑字儿，还是我大哥亲笔写的。加盖示意堂大印了吗？按照吴家的规矩，没有加盖示意堂大印的契约都不作算，所以那70%股份现在还在我们东院名下。跟周莹谈完了，哎，他来做什么呀？哎，你找什么呢？哎呀，这契约上确实没有示意堂的大印啊。我问你话呢。周莹说了，这张契约不算数，那70%股份还归东院。他说3元典当行要收回去，要自己打理。凭什么不算数啊？你大哥签字画押了，怎么能轻易反悔啊？但是按照我太爷爷定下的规矩，兄弟间的所有契约往来必须加盖示意堂的印才算数。夫人，你看，这上面就少这个印啊。还真有这规矩啊？3元典当行还得归东院。那可不行。这几年你干一样赔一样，怎么就指着这典当行挣点钱？要是还给东院，我们吃什么？可这是老规矩啊。你就说你不知道。那能行啊？反正你就一口咬死，你大哥签字画押了，不能改了。哦。三叔，你找到那契约了吗？的确没有加盖示意堂大印吧？少跟我来这一套！什么示意堂大印？什么规矩？我不知道，没听说过的都不算数。反正3元典当行已经归我们南院了，谁也别想拿走。三爷，安胎的，快趁热喝了啊！娘，三叔家里的事情，是不是都是柳氏做主啊？你还真说对了，你三叔就是怕老婆。为什么？年轻的时候，柳氏是当地数1数2的美人儿。你三叔见了一面，就被收了魂了，就回来求你爹去提亲。
开始啊，柳氏先不同意，后来你爹还是很花了一些银子，你三叔才把柳氏娶到手。从此，他就把柳氏当宝贝一样宠着，都把她宠翻天了。哎，这就难怪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柳氏拦着不还我们股份？那我去问他，他良心长哪儿了？他们是存心要赖掉这些股份，你去问了也没用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去告官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告官也不一定要得回来。三叔跟老爷最亲了，这股份的要不回来，那老二跟老四手里的还能要回来吗？娘，别着急，我来想想办法。你这是什么姿势？啊？你给我好好坐着。娘，我这样蹲着舒服，比坐着舒服。周莹，东院虽然已经不是以前的东院了，但规矩还是以前的规矩。再说了，你这个样子对孩子也不好啊。